我娘在春暖阁里庇护了10几个卖艺不卖身的姐姐。5岁那年，我娘又捡回一个跟我同龄的养女。18岁那个养女被发现是流落民间的公主。当晚春暖阁大火烧死了娘亲和那10几位姐姐，火光中被养女高高在上，不能让人知道本公主在妓院待过，全部给我烧干净。我握着娘亲给我的信物，转头冒领了公主身份。后来沦为死囚的养女四处发疯说我抢了她的人生。我掐着她的下巴，笑得很辣，你让我家破人亡，我抢了你的太子哥哥，这很公平。我5岁那年，娘亲从路边捡回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女孩，那小女孩摔坏头一问三不知，娘亲收留了她，见她脖子上戴着一块玉，便给她取名柳如玉。现在那块玉被娘亲塞进我掌心角，跑，别回头，我被娘亲推出了好几米。柳如玉带着官兵追过来，杨青拼死拦住了他们，被官兵的刀剑贯穿腹背，他在血泊中残留一丝气息，爬着过去抓住柳如玉的裙角。阿玉看在娘养你10年的份上，你放过景儿，放过他。柳如玉抬起一脚踩在娘亲的头上。娘，一个星号头子也配当本公主的娘。制服李文池走过来，一脚踹开了娘亲。脏东西，别脏了公主的衣裙。娘亲被踹得呕出一口血，再不能动弹，死前眼睛都没闭上，指望着我逃跑的方向。柳如玉指着我逃亡的方向，尤其是柳富锦，抓到他砍了他的手脚，划烂他的脸。李知府立刻派官兵追杀上去。有人来报说春暖阁的人都烧死了，那15个星号都死透了吗？柳如玉问那官兵，恭恭敬敬的答，禀公主都死透了，尸体都焦了，哈哈。柳如玉眼唇笑出声来，烧焦了，好烧焦了，就没人会跳出来说我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妹妹了，是。一群星号也配当公主您的姐姐。李知府应和着，又指着地上娘亲的尸体，那这具扔乱葬岗吧，那里也狗多，是听公主的。本公主的玉佩可找到了吗？官兵为难道，没有罢了，有手上的蝴蝶疤痕作证，我如今也恢复记忆了，宫里一定能认出我来，太子殿下应该称作皇兄了。柳如玉娇羞的一笑，皇兄何时来何城寻我？李知府殷勤的答，明日一早宫里就来人了，太子殿下也会亲自来接公主，那就好。柳如玉走到马车前，却摆起谱来，李大人，你说公主请上车。李知府一脸谄媚，点头哈腰，公主请上车。柳如玉这才坐进马车，看着不远处春暖阁的火光，阴冷的一笑。我一路跑，身后的官兵举着火把一路追杀，不知道摔了几个跟头，最终被逼到悬崖边。官兵身边牵着狼狗，狗咧着嘴，巴哈气口水躺在地上。公主有令，要让野狗啃烂着女人的脸。带头的官兵松开了绳子，在狗朝我扑来时，我攥着娘亲给的玉佩，跌跌撞撞的跳下了悬崖，在巨石间不知滚了多久，才摔到平地上，手臂传来火辣辣的痛，才发现这处悬崖并不高，只是被夜色掩住，才显得深不可测。我从地上爬起来，浑浑噩噩的逃到了官道上，眼前有火光显现，我脚一软，摔倒在尘土中。与此同时，一把刀抵住了我的咽喉。有刺客保护太子爷，我听得清清楚楚，强撑起眼皮。只见一座华丽的轿子上下来一个雍容华贵的年轻男子，他身上穿着低调的金线暗纹锦袍，脚上踩着的鞋是缎面的祥云腾龙。我从书上看到过，祥云腾龙是皇室花纹，只有身份极为尊贵的皇家子弟才配穿戴。我努力的睁大眼睛辨认，抬起头，只见那男人也正俯视着我。太子殿下，当心是刺客。被唤作太子的男人抬起手，却按住了侍卫伸向我的刀。我一愣，春暖阁有不少达官显贵会来，我时常能从他们嘴里听到皇城的消息。人人都夸当朝太子萧齐渊是个好储君，文能献计安天下，武能带兵镇外敌大狱，有他在，至少能屹立100年不倒。柳如玉被确认是公主时，我并不嫉妒，却很羡慕萧齐渊这样的人物，居然是他的亲哥哥。我刻意的露出手中的玉，这一上刻的也是皇室的腾云纹。这块玉曾经差点被柳如玉送给他的情郎杨青替他收了起来，说这是他以后找回生父生母的凭证，绝不能胡乱糟蹋。柳如玉却因此是记恨上娘亲。房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柳如玉当初没为一个情郎犯蠢，这块能证明身份的玉佩就不会阴差阳错的落到我手里。我在春暖阁待久了，察言观色一流，果然玉露出的那一刻，萧齐渊的脸色微妙的变了变，他为我蹲下身。小姑娘，我用尽全身力气，用沾着血的手攀上太子爷的缎面鞋背。想起柳如玉曾经告诉我的童年经历，心下一横，皇兄，你小时候是不是常常给我摘桃花？萧齐渊眸光一震，我颤抖着手拿出玉佩，你还记得这块玉佩吗？说完这句话，我气力用尽，却没有跌回地面的尘土中。萧齐渊抱起了我，急声道，太医呢？公主若有个3长2短，本宫让整个合成陪葬。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处精致的暖阁里，有人给我把脉，有人把药喂到我嘴边，我逐渐的清醒过来，当朝太子萧齐渊就坐在我身边，
正关切地看着我。我想起晕过去前自己说什么欺骗当朝储君，被发现就是诛九族的死罪，但我娘和看着我长大的那几位姐姐都已经被柳如玉烧死在火海里了，所以我没有九族，我也不怕死。我想起死的凄惨的娘亲，眼泪蓄满眼眶。我知道自己此刻一定楚楚可怜，借着这些泪水，我主动地扑进萧齐渊的怀里。皇兄，你终于来找我了。柳如玉对母亲捡回来时失忆了，她的记忆是一点点被恢复的。那时我跟她亲如姐妹，她想起什么都会跟我说。她想起她有一个极好的哥哥，那个哥哥会给她摘桃花，还会带她偷溜出去吃好吃的。10余年里，她唯独没想起来自己是公主这个身份，直到被知府李大人发现了手上的蝴蝶疤，柳如玉才记起自己是个流落民间的公主。从她记起自己是公主那一天起，她对我娘的态度就微妙了起来。火烧春暖阁那一晚，柳如玉就站在春暖阁外看着，是她下令放的火和剑，仿佛只要烧了春暖阁里的人就能抹去。她被妓院养了10余年这个事实，春暖阁的火烧在我的心头，我偷了她的精力，毫无负担的撒气谎。我告诉太子爷，我记得跟他小时候在御花园如何胡闹，惹恼了父皇，也记得偷溜出宫被侍卫抓回来的趣事。萧齐渊看我的目光越加柔和，他问我，那你为何会受伤？太医说，你有不少从高处滚落的淤青，还有被火灼的伤口。那个养女柳如玉嫉妒我是公主，她和知府联合起来追杀我，我缩进太子爷的怀里。皇兄，我差点被烧死在春暖阁，他还要让野狗啃烂我的脸，让我毁容，让我死后都不能被你认出来，他好恶毒，我好害怕。不怕皇兄在这儿。萧齐渊搂住我，柔声的安慰外面的人来报说，知府李大人听闻殿下已入河城带了来。人看了我一眼才说，李知府也带来一位姓柳的姑娘，说那是流落民间的公主暖阁外。李知府带着柳如玉等候多时。萧齐渊一出来，李知府立刻下跪行礼，已经换上一身名贵衣裳的柳如玉却理也不行，径直的朝萧齐渊小跑而来。皇兄，你终于来接我了。堂兄，他还未靠近萧齐渊，两边的侍卫已经拿刀把他拦在外面。柳如玉显然愣住了，皇兄，是我呀，我是你的皇妹，是你要接回宫的公主啊。皇妹？萧齐渊冷眼看着柳如玉，本宫的皇妹已经找到了。柳如玉一头雾水，这要说什么？我带着公主的金钗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我指着柳如玉娇声的告状，太子哥哥，她就是要冒充公主的柳家养女。柳富锦，你没死。柳如玉指着我，声音尖锐起来，你叫她什么？太子哥哥也是你能叫的吗？她是本宫的皇妹，哥哥二字她自然叫的。萧齐渊握住我的手，将我带到他身边。小鸡护崽一般皇妹。柳如玉怀疑的指着自己，她是皇妹，那我是什么？我将那枚玉佩拿在手上，兴致盎然的把玩。柳如玉终于明白过来，你偷了我的玉佩来冒认公主。皇兄，你看，她果然是这套说辞，我早预判了。柳如玉的反应，萧齐渊看他的目光果然愈加厌烦，星号，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柳如玉冲上来想撕烂我的脸，被2个带刀侍卫推倒在地。萧齐渊冷声道，谋杀公主，阻碍皇室认亲，罪该万死。来人！柳如玉从地上爬起来，慌乱的撩开衣袖，露出手臂上一枚蝴蝶状的疤痕。皇兄，你还记得这道疤吗？小时候我在御书房被烛火烫伤的，太医说疤痕去不了，是你安慰我说这像一只蝴蝶呀。萧齐渊顿了顿，我猜他记得这道疤。柳如玉看着我，你说你是真公主，你有这道疤吗？我握了握右手手臂，低着头的模样，像极了心虚。李知府见状，连忙跪着上前道，太子殿下，柳如玉才是公主，微臣不敢欺瞒您。这个柳富锦是假公主，她是春暖阁那个老鸨生的女儿，她的亲生爹是街上每个男人都不清楚，她怎么可能是皇室血脉呢？柳如玉也尖声的大喊，玉佩是她那个做老鸨的娘从我这里偷的，这个星号色，居然敢高攀皇室。萧齐渊看向我，他们说的可是真的？他握住我的手腕，你的右手臂有那道蝴蝶疤吗？见我始终不敢把衣袖挽起来，柳如玉冷笑一声，看罢皇兄，他心虚了，他手上根本没有疤，他的玉佩是偷来的。他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要信。星号的女儿狡猾得很，我当初跟他说了不少，少时就是他一定是拿他这些来唬你的。柳富锦，你当真在骗本宫吗？萧齐渊逼问上来，目光拙劣。李知府跳起来给我定罪，对太子爷说谎，可是要被拔舌车裂的。拔舌车裂吗？他以为我会怕，毕竟我只是个刚满18岁的小姑娘。我抬眼扫视了所有人，缓缓地撩开右臂的袖子，只见右臂上缠着一层厚厚的纱布，一直缠到手肘处，正好遮住了蝴蝶疤痕该在的位置。皇兄，我有这道疤的，我拆开给你看。我用力地扯下纱布，露出血肉模糊的一大片伤口。这是我滚落山崖时被石头尖端划破的，纱布撕开，带走了伤口上刚结好的薄薄的血痂，于是鲜血哗啦啦地流了一地。够了！
萧齐渊握住我的左手，阻止我再拆纱布。李大人派人把我追杀到坠崖，那块疤也被崖底的巨石磨掉了。如果一定要有一道疤才能证明我的公主身份，我是……甩开了萧齐渊，冲到烛台边，拿起烛火倾斜着要将滚烫的蜡油往伤口里滴。萧齐渊眼疾手快地拦住了我，我哭着喊一道疤痕而已。要想伪造有千万种方法。皇兄，我现在就能在我的血肉上重新画出一朵蝴蝶来。好了，妹妹。萧齐渊扔了烛台，顾着我的双手。疤痕不是胎记，确实可以伪造皇修姓。你便是柳如玉。看着这一幕惊呆了，我靠在萧齐渊怀里，眼里做戏的泪水还未干透。我朝柳如玉挑了挑眉，露出一个挑衅得逞的笑来。柳如玉浑身一颤，她这分明是苦肉计。皇兄，你怎么能轻易上当？萧齐渊没有理会他的大喊大叫，只叫来太医为我重新处理伤口。太医来时还特意说我跌下山崖时手臂划破了一块肉，那块肉的位置正好是疤痕的位置，就是这要瞧像是老天都在帮我。萧齐渊看我的目光越加怜悯，就算疤痕做不了证据和柳富锦是春暖阁老鸨的亲生女儿，这件事只要去过春暖阁的都知道。李大人，你说话呀。李知府被柳如玉点到太子跟前，他现在跟柳如玉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如果不能证明柳如玉是真公主，那么他就是欺君之罪，不仅官帽难保，更会被诛杀9族。那老鸨对外称2个女儿都是养女，其实这个柳富锦是老鸨真正的亲生女儿，柳如玉是他捡回家收留的。这件事只有春暖阁的常客知道。微臣有人证，他们果然有备而来。很快的一个中年男人被传了进来，我认出这人是李家的二爷。李二爷跪在太子殿下面前，规规矩矩的行了一礼。萧齐渊指着我与柳如玉问，这2人谁是春暖阁老板的亲生女儿？柳如玉嘴角挂着必胜的笑意，只要证明我是娘的亲生女儿，我的公主身份自然就是假的了，毕竟当今皇上可没有在外面留过任何风流债。柳附近，你现在招认本公主，还能让皇兄饶你一命？柳如玉警告我，否则你就等着被五马分尸吧。我强装镇定，皇兄，你看这个养女到现在还在恐吓我。启禀殿下。这时李二爷出声，我面上镇静心却是狠狠的一提。李二爷是春暖阁的常客，他追求过娘亲，只是次次碰壁，就算因爱生恨也不无可能。春暖阁老板柳青柳确实有一位亲生女儿。李二爷的目光看向我，我强装镇定，袖子下的手早已攥成拳头。忽然李二爷目光一转，死盯着柳如玉。柳如玉是他的亲生女，柳富锦是5岁那年被柳青柳捡回来收养的。你说什么？柳如玉瞪大眼睛。草民与柳青柳是知己好友，还有几个亲女儿，几个养女，草民一清二楚。他在说谎，我才是养女，我才是被捡回来的。柳富锦是在秋末时节的湖边捡到的，捡到他时，他身上还带着一块玉，便是不管柳如玉如何跳脚抢话，李二爷的证词始终铿锵有力。他抬起眼看着我，便是公主如今手上这块，你胡说，这块玉是我的，我杀了你。柳如玉冲过去要掐李二爷的脖子，侍卫用刀鞘将他按在原地。李二爷眼眶微红，太子爷，您应该知道，昨夜春暖阁大火烧死了10几条人命，连带着柳青柳也身首异处。这火就是柳如玉联合官府放的草民。素闻皇家有宽厚之德，皇上与太子爷都是慈悲善良之人，与您同出一脉的真公主，自然也该是知恩图报的好人。如果这个柳如玉是公主，她为何不知感恩，反而和知府联手放火烧光了养她10余年的春暖阁呢？李二爷瞪着柳如玉，唯一的解释便是柳如玉秉性恶毒，他才是那个连生父是谁都不知道的坏种。我没想到李二爷会说出这些话，李二爷朝我看了过来，哀叹着朝我一磕头，请公主替您的养母主持公道啊。我眼眶一酸，看向萧齐渊皇兄柳如玉，为了抱怨公主享受荣华富贵，诬陷春暖阁是妓院，不惜烧死对他有恩的10几个春暖阁姑娘，连带着生母柳青柳都没有放过。而李知府更是帮凶，危险些，死在他们手里。请皇兄替我养母主持公道。我朝萧妓院跪了下来，将我的娘亲喊做了养母。萧齐渊扶起了我，你预备如何处置那2人？他语调温和，却给了我生杀大权。我眼前浮现出那几位姐姐在火中惨叫挣扎的画面，他们烧死了10几条人命，我也要让他们受火刑。我看向地上的李文池，就从李知府开始。萧齐渊让人取了1桶火油来浇在李知府身上，火油顷刻间淋透了李知府的官服。李知府挣扎着狡辩，喊着我是假冒的公主，喊着他是朝廷命官，不能被如此处以私刑。萧齐渊充耳不闻，似乎对皇权也并无多少忌惮，也对如今的皇帝年老多病，说不定再过2年，整个天下都会是萧齐渊的行刑的。本来是府衙里派来的官兵，但我自己要来了。火把信步走到李知府面前，李大人可记得我那10几位姐姐在火中是如何哀嚎求救的？李知府浑身颤抖，
脸色煞白如纸，你是假公主，你是假的，你没有权利主宰我的生死，真的假的又如何？我露出无辜的表情，压低了声音道，太子爷如今认我是公主，那我便是真公主。在李文池惊恐的目光中，我咧唇一笑，同样的，现在我要你死，你就一定会死。不给任何辩解喊冤的机会，我松开了火把，火引燃了李文池身上的火油，顷刻间，他的全身燃烧起来，李文池变成了一个火人。他先是惨叫着跑向柳如玉，被柳如玉尖叫着躲开后，他被火烧得在地上翻滚，火油燃起的火焰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伸直双手，五指狰狞地指着自己被火烧穿的舌头和脸，紧接着他的四肢也断了。我那十几位姐姐在春暖阁如何被烧死的，他便是怎么死的。我眼唇笑了起来，笑着笑着，泪水却爬满了脸颊。杨青，你要记得，看我会把所有害你的人都送下去，直到那位知府大人烧的只剩下一地焦黑色的骨头架子后，我才转身看向被吓倒在地惊恐无状的柳如玉。我咧唇一笑，该你了。假公主。得到萧齐渊的默许，侍卫提起另一桶火油，正要往柳如玉头上浇下，柳如玉忽然大声地说，皇兄，你肩膀上有处血红色的胎记，这件事只有小时候的你我清楚。柳如玉怨恨地看向我，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刘福锦，如果你是真公主，你告诉我那处胎记是什么形状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柳如玉虽然告诉了我许多童年经历，但她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并非对我全无保留，有些事情只有她跟萧齐渊知道。我要是乱猜，只会自露马脚。萧齐渊抬手叫停了侍卫的动作，柳如玉逃过一劫，她浑身颤抖着，嘴唇都吓白了，跪着爬到太子爷跟前，抓着他的衣摆，皇兄，你看我的脸，你看啊，像不像母妃年轻时的模样？疤痕可以冒充玉佩，可以被偷，童年经历也会被人伪造，但和母妃一脉相承的长相是不会变的呀。你看看我的面容，我才是你的亲妹妹。我流落民间多年，你怎么能不认我就去认一个星号的女儿呢？萧齐渊抬起他的下巴，端向着柳如玉的长相。萧齐渊和柳如玉并不是一母所出，萧齐渊是先皇后的独子，而柳如玉据说是宠妃赵氏所生。那赵贵妃前几年忽然在宫中暴毙，皇帝思念她心切，命人去民间找寻当年走丢的公主莲。二爷是皇上给宫里宫锦缎时拿到过宫中妃嫔的画册，我曾在他那里见过赵贵妃的画像，毕竟是亲生的。柳如玉和赵贵妃的画像至少有5分相似，这5分相似比任何证据都有力。我这真后悔没有提前找人划破他的脸。柳如玉又说了许多他之前从未跟我提起的童年，就是加上他这5分俏氏的容貌，萧齐渊又起了疑心。他看向我，我只能捂着头，说我的失忆症并未痊愈，许多事情我也想不起来他是从何处探知的，我并不知道你这个星号，你装什么？柳如玉咬牙骂我，要不是方才被吓软了腿，恐怕又要跳起来撕我的嘴好了。萧齐渊道，如今真假公主难以辨别，不如都带回皇宫让父。父皇过目话虽这样说，但柳如玉却被2个侍卫押着去了厢房看守，我则能继续待在暖阁里养伤。这要多谢李二爷的一番话，那番话坐实了。柳如玉是个不择手段的坏种，一个为了脸面能放火烧死养她10余年的养母的公主皇，不是大帝也看不上，这可是个污点，但我还想让这个污点更大。我在暖阁养了2日伤后秘密的约见了李二爷，我从不知他对娘亲竟是真心，如今能帮我的也只有他一见他来。我急着问二爷，可有我娘亲的消息？我亲眼看着娘亲死在柳如玉脚下，我虽然知道她不在了，但她的尸身在哪里呢？春暖阁的10几位姐姐被烧得面目全非，死无全尸，那我娘亲呢？李二爷脸色惨白，他这几日憔悴了许多，连头上都长出了几根显眼的白发。他嘴巴里合数下才发出虚弱的字音。我在乱葬岗找到了你娘，她的尸身不太好看是吗？我猜到什么？李二爷声音颤抖，我从乱葬岗找到她时，她的脸已经被野狗啃得只剩一半，剩下的那一只眼睛睁着始终都合不上她。他下身的衣物也凌乱不堪。李二爷忽然崩溃，8尺男儿掩面哭出声，他死后必变，还遭受了星号。我从官府那里打听到柳如玉让地皮羞辱了他的尸身，我觉心口剧痛，喉咙心甜，眼前黑了一瞬，哇的吐出一口发黑的淤血，但意识清明时，李二爷已扶住了我。阿吉，你要振作，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大胆去做，我何成李家师父，不仅公主永远的后盾。巨大的悲痛过后，我冷静的连自己都心惊。二爷，麻烦你帮我交流柳如玉当年的情郎找来，还有曾经他在春暖阁茶楼里使尽浑身解数的去讨好的那几个富家公子，也全部找来带进了皇宫，我要用到他们。李二爷答应下来，又道，你娘能和那10几位姑娘的后事我都会安排好，我会请法师超度他们。超度吗？他们死的那样惨普通的法师如何超度？
我抬手抹掉脸颊上的泪珠，声音冷得可怕，请你拿着柳如玉的画像找。水扎店做了他的纸人，让这纸人跪着低头。但我告诉娘亲，我先烧柳如玉的纸人，给他们赔罪，请他们耐心的等一等。1年内我一定让柳如玉本人下去给他们磕头合成，离国都并不远，只需要走一段水路。登上皇家渔船后，萧齐渊给我配了一个贴身的丫鬟，叫退雪，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这日，翠雪过来说了2件事，一是太子一完事会来陪我用乳扇，2是被关在船舱的柳如玉今日又在发疯骂我，不仅骂了公主，你还骂了公主的养母。真假公主一事虽然还需皇帝定夺，但太子身边的人明面上都称我为公主，把柳如玉当成阶下囚看待，替我梳妆。我去看看这个疯子皇兄，要是问其渡过去哪里，便如实的告诉他，我特意带上了镶嵌夜明珠的金钗，穿着一身苏缎华服，到了潮湿昏暗的船舱下，船舱里也有一个厢房，只是这厢房和我住了暖阁没法比。柳如玉一见到我，就像发疯的狗一样冲上来，翠雪力气大将她推倒在地，我让翠雪退去门外等我，然后在柳如玉眼前刻意的抚摸华服上的牡丹，这是大玉公主才能用的花纹。柳如玉当然知道，她恨得咬牙切齿，想撕掉我的衣服。我抬起左手抡了她结结实实的一巴掌。柳如玉被打歪了头，不敢相信的看着我，你敢打我？我扭手腕，眼眸微抬，打你就打你，还要挑日子吗？柳如玉恼羞成怒，却忽然露出歹毒的笑来，听说呢，那个姓李的去乱葬岗给你娘收尸了。那几个地痞说，你那个老鸨娘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啊，死了趁热也能销魂呢。你猜我找了几个轮的他？柳如玉走过来，像毒蛇一样的缠绕在我身边4、5个吧。不过一个人来了几回，我就不知道了。当初他那么偏爱你，我现在就让他知道下场偏爱我。我娘领养柳如玉是救了他一命退1万，但不说亲生女儿和养女，他偏爱亲生女儿几分有什么错？何况柳如玉眼里的偏爱是我娘。杨对她的严厉春暖阁的姑娘，个个都安分守己，坚守卖艺不卖身的底线，只有她恨不得在每个打官显贵的男客前搔首弄姿，想攀附权贵的心思都写在脸上。后来还真让她勾引上一个情郎，那情郎家里有点底子，柳如玉那时还没完全恢复记忆，拿着纸，自己的玉就要跟秦王表忠心，被娘亲和10几位姐姐发现后，及时的阻拦了。发育，你相信男人到时候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娘和几位姐姐苦口婆心的劝她后来，果然发现那情郎家里早就养了10几房小妾，柳如玉才罢休。我本以为她应该知好歹，想到她因为这件事居然记恨起所有人来当了公主，便要灭了春暖阁所有人的口，生怕有人说出她曾经不堪的过往。你那10几个星号的姐姐，要不是被火烧成一堆炭，我一定也让他们死后享受这等待遇。毕竟星号嘛，生前千人起，死后也一样。难听的话，柳如玉说不出来了。我掐住了她的喉咙，愤怒的嘶吼，他们养了你那么多年，娘把你当亲生女儿爱护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这么羞辱他娘？一个星号也配当本公主的娘让他死成全我的名声是他的荣幸。春暖阁从来不是妓院，你还在污蔑他们。我手上用力掐，他到柳如玉说不出一个字，他开始两眼翻白，离开手脚，拼命的挣扎。这时船舱外有了动静，猛地松了手，柳如玉捂着喉咙猛咳了几声。他看我的眼眶猩红，小李的笑了起来，你很愤怒很悲痛吧？可是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杀我吗？在合城时，你不能让太子爷杀了我。进了京，父皇一定会认出我是真公主，你的公主梦可就破碎了。我勾唇一笑，谁说我只想当公主了？我扶着头上的金钗，太子哥哥对我很好呢。柳如玉睁大了眼睛，我刻意的恶心他，指不定日后我就是太子妃呢，你简直痴人说梦。柳如玉朝我扑了过来，我们没有反抗，因为萧齐渊这时恰好出现在门口，他便看到我柔弱的被柳如玉推倒在地，险些被他掐住脖子，侍卫冲上来拉开了柳如玉，萧齐渊将我扶了起来，我故作柔弱的靠近他，怀中太子哥哥，你怎么来了？我来陪你用午膳，听侍卫说你来了。这崔雪说柳如玉在骂我的养母，我来劝他，他不听，你胡说，太子哥哥他在骗你，他对你别有心思，他想当你的。柳如玉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萧齐渊漫不经心的哄我，拿这么毒，不如拔了他的舌头。柳如玉吓在原地，我也吓了一跳，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小齐渊看我的目光有些微妙，难道我刻意的恶心柳如玉的太子妃3个字被他听见了？不可能，我声音压得很低，除非他耳力超群，否则不可能听见。萧齐渊有着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杀伐果断，如若察觉我是假公主，怎么可能真的容我做戏哄他？必然是我多想了晚。夏心看着被吓懵的柳如玉，凉声道，拔了他的舌头有什么意思？扔进水里喂鱼脏了，这水鱼也嫌弃柳如玉，没想到我会替他求情。我笑了笑，不如换成掌嘴吧。
翠，学手劲很大的好依你。萧齐渊下令道，掌嘴20皇凶我呀。不待柳如玉变翠，雪已经上前给了他结实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半点水分不掺，柳如玉当即被打得嘴角出血，右脸眼浮肿起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皇兄，我方才被他推了一跤，现下走不动了。萧齐渊让人去请太医，又打红抱起了我。柳如玉看着这一幕，眼泪都委屈的掉下来，但他被扇巴掌，一个字都说不出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又像个拨浪鼓。我以妹妹的身份，亲昵的靠在萧齐渊肩上，迎着柳如玉愤恨恼怒的目光，用嘴型无声的挑衅他。太子妃转，玉传到了国都，我与柳如玉被太子带进宫面圣，白发苍苍的皇帝在偏殿接见了我们。从他见到柳如玉的那一刻，皇帝因为苍老而凹陷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知欢，是你吗？照顾妃的小字叫知欢。柳如玉说的没错，只要皇帝看到他这里脸，他就一定是公主，可谓也不是毫无胜算。父皇，我才是您的女儿，玉佩在我手上，柳如玉是春暖阁老板的亲生女儿，这一点太子殿下已经在合成查证过了。柳如玉震惊的看着我，但没想到我胆子居然大到在皇帝面前撒谎，还脸不红心不跳。父皇，他在撒谎欺君，我根本无非长得那么像，正是因为柳如玉跟母妃长得有几分像，所以他才感动公主的念头，我抢了。柳如玉的话目光灼灼，字字铿锵，任谁听了都会考虑相信我的话。接柳如玉才是真正的星号出身。你说什么？他在春暖阁时恨不得一天和10个男人眉来眼去。春暖阁本来只是一个茶楼，之所以被误认成妓院，这等烟花之地就是拜柳如玉所赐。他曾经盗走我的玉佩去讨好情郎，还曾在富商酒礼下暖情酒母，凭子贵登陆豪门贵族这样的坏种，如今还想假冒公主高攀皇室父皇，请您明鉴。柳如玉扑过来想堵住我的嘴，但在御前忽然做出这种动作，很快的就被御前侍卫当成刺客压制在地。老皇帝见状拧了拧，没有阻拦，而是看向太子。他说的可是真的吗？萧浅冤道，父皇人证就在殿外。柳如玉听说有人证还不信，毕竟春暖阁的人都被他烧死了，但很快的从殿外走进来的5个男人，就让他失了所有仪态。这5个男人是李二爷在合成威逼力，又劝上国都的，这里面有当初柳如玉要私奔的情郎，也有柳如玉下药想墙上的富家公子，其中一个秀才虽沉默，却也没有为柳如玉辩驳什么，他们跪在地上，正是绝了我的所有说辞。柳如玉发疯一样的否认那个情郎，鄙夷的看他一眼，你当初想送我的那块玉，原来是你从柳富锦那里偷来的呀。皇帝听了这话，看柳如玉的目光立刻就变了，那块玉是朕与你母妃的定情之物，如果你真是贵妃的女儿，又怎么会拿那块玉去讨好男人？父皇，那是我失忆了，柳如玉想解释，皇帝却已经不想听了。父皇，我乘胜追击，坚定道，春暖阁本来只是风雅的茶楼，是因为柳如玉才变成外人嘴里的烟花之地。他为了高攀皇室，还放火烧了春暖阁，以为春暖阁烧了，知情的人死了，他就能清清白白的做公主了。萧齐渊上前道，的确如此，则是何成人尽皆知。也就是说，一个星号也敢到朕面前冒认公主，父皇他污蔑我将，还说什么都没用，不如直接滴血验亲，我的血必定能与父皇和太子哥哥的血相融。皇帝盯着柳如玉那里脸看了许久，缓缓的闭上眼睛，思索过后摆摆手道，不必了，将此人打40大棍赶出皇宫。柳如玉不敢相信，父皇只要滴血验亲就一定能证明我的身份。父皇滴血验亲，你一个星号的血怎么配？与皇帝的血放在同一碗水中，萧齐渊淡声道，柳如玉，你连滴血验亲的资格都没有。柳如玉不甘的哭出声，他被在御前侍卫拉去行刑时，我正被宫女接去公主殿换华服，我特意驻足在他面前道，知道为什么皇帝连滴血验亲的机会都不给你吗？因为你娘赵贵妃是真正的官妓出身，此时是前朝人尽皆知以火烧春暖阁，想抹灭自己水性杨花的过往，却不知这样做只会让天下人更清楚你柳如玉做贼心虚春暖阁的姑娘是否清白无人在意。但你若成了公主，你曾经迫不及待的违纪的事一定会闹得前朝皆知你娘是官妓，你更是青出于蓝。皇帝最忌讳这个了，就算他知道你是他女儿，他也不会认你了。柳如浓郁脸色煞白，你胡说，我娘才不是，这事是太子哥哥跟我说的。我无辜的看着他，柳如玉好好的想想，太子殿下真的想认你这个妹妹吗？杀人诛心的确痛快，我欣赏着他的恐惧与痛苦，在宫女的簇拥下去公主殿换上华丽的公主服饰，我戴上公主的凤冠时，柳如玉正在挨40大棍，听说他打完之后就被扔出了皇宫。我想现在刚入宫，不好派人杀他，但是李二爷早已在国都埋伏了人。
晚上过后，老皇帝叫来太医为我，跟他做滴血验亲。我本来心虚，萧齐渊却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安心的去滴血我的心。血和皇帝的血完美的融了进去，这碗水很快的被端了下去。皇帝认了这滴血验亲的，结果当真把我当女儿看待，择日要加封我为公主，并昭告天下，只有我知道，水里被人加了白矾，谁的血滴进去都能相融，谁在帮我，只可能是萧齐渊公主殿外我来。住了，他开门见山，你早就知道是不是？萧齐渊一挑眉，没有否认，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问，什么时候发现我是假公主的？从见到柳如玉的第一面起，萧齐渊漫不经心的答赵过，贵妃的脸化成灰，本宫都记得柳如玉跟她长得那么像，必然是她的女儿。我猜的果然没错，任何信物谎言证据都敌不过母女一脉相承的长相。这是柳如玉萧里的资本皇帝，心里想必也是清楚的。只是皇家不可能接受一个曾经违纪的公主，而清白的我反而成了他们最完美的替代品。毕竟皇室花费人力物力找了这么多年公主，总得对臣民有个交代。他对赵贵妃再深情，这份深情也比不过皇室的名誉重。但是萧齐渊又是为了什么？赵贵妃曾经是官妓，这件宫闱秘事是他在渔船上主动的告诉我的，把他5个男人带回国都做证人，也是他点头默许的。他说赵贵妃化成灰，他都能认出她的长相。这话分明带着巨大的恨意。我正想带着胆子问萧齐渊，却忽然说，听说你想当本宫的太子妃。我一愣，本宫在战场上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你在我眼皮底下能说什么悄悄话？太子殿下，我看了。玩笑的我狼狈的解释起来，开玩笑，我并不觉得是玩笑。若你想，我不想。他看着我的目光越发兴致黯然，为何不想？太子殿下，我冒充公主，只是想为娘亲和10几位枉死的姐姐报仇。如今我这仇已经报了一半，这公主的身份似乎也是我的了，但我从不敢忘自己是谁。你是太子，你未来的妻子就是国母。皇后之位不是我这样的平民女子能坐得稳的，殿下对我也只是一时兴起，就算殿下对我真有这份喜欢，他日殿下登基后宫必定美女如云，我最终也不过是你的一个妾而已。萧齐渊看着我，语气少了暧昧，却多了几分欣赏。明明还是个小姑娘，哪懂的这些道理？我笑了笑，你知道吗？春暖阁内10几位姐姐都是我娘收留回来的，她们或是被富家客带逃出来的，或是被父母卖进那些真正的妓院做奴仆的，也有被折断4肢当乞丐的娘亲。收留了他们，请先生教他们琴棋书画，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又开，在春暖阁这个茶楼庇护他们，让他们能卖艺不卖身。他们努力的求却被柳如玉诋毁成星号，活活的丧命。杨青说过，她当年怀着我被丈夫抛弃，也是这样被一个女子帮衬着过来的。后来她有了能力，便去帮助曾经的她，若将来我有能力，我也会追随娘亲的步伐。柳父锦不想成为谁的妻谁的妾，我只想做我自己。萧齐渊了然，他抬起手替我领了礼额前的碎发，又帮我扶正了头上我还未戴习惯的公主凤冠。害死了你的亲人，这个公主身份当做皇室对你的补偿，有本宫在，就算是父皇也不会质疑你是假公主。那碗滴血验亲的水，就是你要闯的最后一关。公主受封大典这天，皇帝下了一道旨意，昭告天下，柳父锦就是他要找的真公主。我早起梳妆时，听到翠雪带来。另外，李二爷的消息说，柳如玉失踪了，从皇宫被扔出来后就失踪了。柳如玉被打了40大棍，皇帝根本没打算留她性命，扔出皇宫，本想让她自生自灭，如今她却被人救走了。就算活着，她也已经是个被通缉的死囚了。我光明正大的派人去找我这个假公主，被一道道圣旨加封成了真公主，手上也有点实权了。公主凤冠戴好了，来试试受封的吉服吧。退学，领了一群宫女簇拥着我到一面硕大的镜子前。公主吉服是用金线织就华丽，须得4位宫女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侍候着穿衣。我慵懒的打量着镜中的自己，突然察觉到是最后一个宫女有几分眼熟，这口脂是不是不够红啊？我说着，状似慵懒的摸上自己头上的明珠金钗。与此同时，身后佯装整理领子的宫女亮出了匕首的尖端。不仅你给我星号，那日进工作证却一言不发的秀才，在柳如玉被40大棍打得奄奄一息时就走了。他并要求柳如玉嫁给他做妻。柳如玉明面答应，背地里却利用秀才在国都的人脉，扮成宫女混进了皇宫，又混进了公主殿。他有备而来，手上的匕首一亮出来就行，削断了我几根发丝。在他把匕首捅入我后颈前，我的凤钗已经先一步捅穿了他的心口宫。女监叫着出去喊侍卫，柳如玉捂着喷血的心口目自尽，烈的看我，怎么可能？我抓着凤钗在他心口的位置搅动了一下，从你害死我娘亲那一刻起，这一幕我已经在心里演了无数遍了。柳如玉不服，可你现在抢走了我的一切。我冷笑道，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
抢了你的太子哥哥和尊贵的身份，这很公平。他惊恐地看着我手中的匕首滑落在地，身体也软了下来。这时，萧齐渊听到动静赶了过来，柳如玉流着血爬过去，抓住萧齐渊的衣摆。皇兄，你救救我，帮我叫太医。此刻的柳如玉是真的在求饶了，她露出了自己起最脆弱无助的一面，以为萧齐渊会救她一次。我真的是你妹妹，我真的是公主啊！你们为什么都相信她不相信我呢？萧齐渊蹲下身，悲悯地看着柳如玉妹妹。妹子的这声妹妹让柳如玉仿佛活过来一般，她露出惊喜的表情。皇兄，你终于认我了吗？我操，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我皇妹啊！萧齐渊迎着柳如玉期盼的目光说，你跟赵贵妃长得那么像，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你说你失忆了，想必你是忘了5岁那年，我母红后难产的一晚。柳如玉忽然瞪大了眼睛，露出心虚的表情。萧齐渊冷冷的一笑，看，你记得那一晚赵贵妃给父皇灌了暖情酒，你配合你母妃装病枝走了太医院，所有太医我都。母亲，皇帝的皇后一国之母被你和赵氏母女俩害得难产，吴太医医治最后一时两命，我是有妹妹的，我的妹妹在出生那一天就被赵贵妃和你害死在母后腹中了呀。柳如玉慌乱的解释，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能怪我的孩子吗？哦，孩子还害死人就不用偿命了吗？萧齐渊似乎对此表示赞同，的确如此，所以在本宫成人之前，我让赵贵妃暴毙了，那时候我也还是个孩子，所以赵贵妃的死怨不到我这个太子身上了。比如，由于惊恐地看着他刚刚还视为救命稻草的太子哥哥，如果赵贵妃还在，他看到你的第一眼肯定就会认出你来，可惜呀，一母妃死了，死的时候七窍流血，体面全无。萧齐渊抓起他的右手腕，你手腕上这道蝴蝶疤是我用蜡油滴的。当年我说是无心之失，其实不是，那晚是母后的头七，要不是父皇突然闯进来，你早就被我烧死在藏书阁了。柳如由于恐惧的后退，他想逃，萧齐渊却紧抓着他不放。还记得你是怎么流落到民间的吗？公主，出游的那艘船是我派人炸的，你没被炸死，却失踪了10余年。赵贵妃终于也尝到失去女儿的痛苦，柳父锦的母亲实打实对你有救命针，可你为了公主的头衔，居然放火烧死了他们。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跟你母妃一样天生坏种，知道为什么亲自去寻你这个公主吗？萧齐渊笑得有几分残忍，但是为了在确认你身份之前就让你死于各种意外啊。好皇妹，我心下一惊，庆幸自己一开始就被萧齐渊识破身份，我要是真公主指不定会被这位太子爷怎么玩死。柳如玉哭着爬着想逃离萧齐渊的桎梏后，都退着后退着撞到我身上，你想跑哪儿去啊？公主殿下，我拿着凤钗在她眼前晃啊晃，这把凤钗实则是属于你的，我给你戴上吧。说罢，我将凤钗捅进了柳如玉的左太阳穴，凤钗开的尖端从右太阳穴贯穿而出。柳如玉死的时候身体是跪着的，她头上也确实戴着公主我才佩戴的明珠凤钗，我把那枚玉佩还给了她，好让她在黄泉路上能跟她的贵妃母亲相遇，然后母女两人一起下18层地狱。我用沾着柳如玉血的指腹抹了一把嘴唇原本不够红的口汁，这下真是红透了。萧齐渊看着我说，我美得很妖艳，忘了说了，我的确却随了娘亲生的无比美艳，这也是柳如玉当日让官兵放狗毁我容貌的原因。萧齐渊欣赏我的美貌，更欣赏我的狠绝阿锦，我们是一路人。萧齐渊执起我的手，真的不愿意做本宫的太子妃吗？殿下，我们还是只做兄妹吧。萧齐渊无奈的点点头，好吧好吧。后来我自请回纥城，老皇帝心里清楚我并非他亲生血脉，因此也慷慨的放我教，让我封为清河公主。1年后，老皇帝驾崩，萧齐渊顺利的登基，他身边站着的皇后是一位家大族出身的大家闺秀，而我则在纥城以公主的身份庇护那些孤苦无依的女子。我接过了娘亲手上的伞，用公主的权力为天下女子挡雨。